24岁绝美小公主认为现在男生都太差劲，不是没钱就是没眼，而自己不仅有着绝世容颜，而且还是哥伦比亚大学高材生，99%的男生在她面前都会自卑得抬不起头。自己之所以单身，就是因为太过优秀。高处不胜寒吧，我觉得可能优秀是我单身的原因之一吧。小公主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是东尼。由于家庭条件优渥，再加上父母的宠爱，东尼的消费水平也是一般家庭难以比拟。我个人是一个消费比较高的人，比如说买洗发水，我一定要用就是我喜欢的牌子的洗发水，我一定要喝自己喜欢牌子的矿泉水啊，我的床单一定要是重磅埃及棉。虽然东尼的高消费全都来自于父母买单，但他从未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在他的思想意识里，金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而这个数字不能低于6万。基本上不包吃住的话，零花钱到1到6万吧，所以我会希望将来能维持这样的生活。如此优秀的女孩子偶标准自然也会很高，这着实难坏了咱们节目组。好在经过千挑万选，一位名叫程松达的小伙脱颖而出。松达今年25岁，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美国南加州大学本科毕业，目前是某运动品牌零售商。年纪轻轻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年入100万。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外国留学经历，两人都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于是节目组很快安排了两人见面。松达看到东尼颜值气质很是满意，为了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松达选择了一个自以为比较幽默的打招呼方式。又见面了，哥伦比亚高材生同志。原本想着给对方留一个好印象，没想到却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呼，说实话。松达见状也是一脸懵逼，尴尬无比。第一次见我，你没有记住我的名字，反而你用哥伦比亚高材生这个称呼来代替我的名字。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反问道：我就要反问你一句，你为什么要把哥伦比亚留学生这一点放在你的视频的第一帧呢？放在第一帧并不代表它最重要吧。果然跟女人讲道理就是对牛弹琴。对此松达感到既无奈又无语。不过遭到当头一棒的松达并没有减少对东尼的热情，于是他就便询问起了东尼的择偶标准。我会希望男生的家庭条件跟我差不多，我觉得门当户对是一个非常合理，也并没有说这个就是很瞧不起人的一个要求。松达听到东尼对对方经济条件的要求，就感觉到东尼的家庭应该很富裕，绝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孩，于是就小心翼翼地询问起东尼。所谓门当户对指的是物质上还是经济上的？我指的是物质上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三观，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的家庭的环境和所获得的教育。显然在东尼的思想意识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我个人是一个消费比较高的人，比如说买洗发水，我一定要用就是我喜欢的牌子的洗发水，我一定要喝自己喜欢牌子的矿泉水啊，我的床单一定要是重磅埃及棉，我一定要用真丝的枕套。东尼觉得这些只不过是普通的日常用品，而且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奢侈品，并且自己目前没有收入，所有经济来源靠父母支持，未来的男朋友如果连这点要求都无法满足，自己是很难接受的。松达听后也是被女孩的高消费惊呆了，他感觉虽然自己收入还算可以，但如果全靠他一人承担确实有点吃力。同时他也很好奇这样讲究的女孩每月到底需要多少零花钱才能满足她的要求。我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基本上不包吃住的话，零花钱到1到6万吧。我并不是需要男生能养得起我，我希望是男生能达到我的消费标准，不要在我花钱的时候给我压力就好。听到女孩每月需要6万的零花钱，松达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感觉自己确实大意了，以自己目前的经济能力根本承受不起，但碍于对东尼很是满意，于是他打算在最后争取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收入可能没有达标，但是消费观念跟你很像的人？那绝对接受不了。我没有过需求不被满足的生活，我的需求从小到大都是被满足的。我想学什么，爸爸妈妈都会给我请老师，我没有说真的特别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所以我需求全部都被满足了。东尼表示这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徒有消费观念而没有这个消费能力，这种男人大概率就是在耍流氓，而且与自己追求快乐生活的理念完全不同。说到这里，松达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欲望，他终于明白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他满足不了东尼的物质需求，也给不了东尼所谓的快乐生活。我说呢，硬件条件就够不上，自我比较有自知之明。其二就是生活环境不一样，确实会造就的这个看问题的角度确实也是不一样。看来现实中的门当户对不仅局限于物质基础，还应该包括双方精神上或者说三观上的和谐一致。大家说对吗？27岁貌美如花的小公主为了快点把自己嫁出去，竟然声称只要对方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年龄和颜值方面都不是问题。你对什么方面要求都特别严格，比如说他的颜值，还有他的经济实力。女孩之所以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就是为了能够嫁给一个年入1000万的大富豪，因为只有这样有实力的男士才能满足自己每年60万零花钱的要求。那你觉得是多少标准的能符合你的择偶标准呢？40万到60万。
他认为凭借自己楚楚动人的靓丽外表和人见人爱的温婉性格，绝对配得上这样的标准，而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尽情的享受人生。因为我没有说什么很多的追求之类的，我觉得开心就好。这个自信的女孩名叫张晴，今年27岁，中专学历，目前是一名淘宝主播。其实在上中专时，张晴学的是幼师专业，但她觉得幼师这个职业太过于枯燥乏味，跟自己向往的自由生活相差太远，于是她果断放弃，选择做了一名娱乐主播，每天面对无数狂热粉丝的追捧，极大的满足了她的虚荣心，被捧在手心里的感觉让她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觉得做过这一行，对吧？好多人都有公主病，下面就不停的有人在说啊，好美好美，就可能就是已经形成自己那种特别的，心里面会很有优越感。为了取悦粉丝，张晴成了奢侈品行业的常客，各种名贵衣服、名牌包包、高档化妆品不计其数，这也直接导致她入不敷出，经济压力倍增。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张晴决定找一个年入1000万的男朋友，于是她就参加了一档电视相亲栏目。栏目组了解了张晴的择偶标准后，虽然也觉得她的想法有点不切实际，但还是很快为她安排了第一个相亲对象。于先生今年40岁，年薪30万加，在一家企业从事品牌渠道管理工作。两人刚一见面，于先生就被张晴倾国倾城的容颜深深吸引。为了把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展现给对方，于先生可谓极尽所能，大谈自己的人生哲学和爱情理论，但换来的结果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对这些感兴趣，不是特别感兴趣。你感兴趣什么可以？和股票财经。听到张晴对股票感兴趣，于先生立马表示自己在这方面也有研究，但可惜于先生在股票方面的投资却拿不出手，不仅没能赚到钱，还赔了一个200平大房子，以至于现在还蜗居在只有70平的小房子里。显然于先生的条件根本入不了张晶的法眼，于是他也是表达了提前结束相亲的想法。我对想了解的差不多，你都问的差不多了。差不多。看到张晴如此煎熬，主持人也认为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必要了。也许是怕被别人认为自己是物之女，张晴拒绝于先生的理由也是够奇葩。我不喜欢发油，不喜欢发油，而且我也不是很喜欢香水。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栏目组这次为张晶安排了一位能力更强的男士。方荣今年35岁，杭州本地人，虽然目前处于自主创业阶段，但年收入也在100万以上。原本以为这样的条件应该能够满足张晴的要求，没想到在他看来只能算是勉勉强强。他的收入你觉得 OK 吗？还行吧，就是也要看后是不是。幽默风趣的方荣很会讨女孩子的欢心，三言两语就把张晴逗得心花怒放。看着眼前帅气又多金的小伙，张晴似乎把刚才的喜好早就抛之脑后。小何，你有用香水吗？我什么牌子的？你闻出来了吗？之前说不喜欢女生的香水。我觉得看人是吧？看人看场合吧。这还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张晶的这次骚操作着实让人大开眼界。两人聊天当中，当方先生得知张晴也是一名主播后，立刻分享起他与网络女主播的感情经历，甚至自夸自己不但与多位女主播见过面，还在他们身上花费多达数十万元。原本想着张晴应该会很生气，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仅不介意，反而对方先生的好感倍增。我感觉很有趣。有趣啊？对。聊了之后有趣是不是？对。从什么时候感觉有趣的？就他这样的时候。有电到你吗？有点吧。相亲结束，张晴也是主动添加了方先生的联系方式。这次看似比较成功的相亲，小编我是真为他们捏了一把汗。毋庸置疑，物质是婚姻的基础，但如果缺少了爱情的加持，婚姻又是否能够幸福长久呢？32岁气质女孩参加100人相亲大会，曼妙的身材和楚楚动人的长相很快使她成为全场的焦点，一连好几位男士都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有的甚至直接提出约会的邀请。面对众多相亲男士炽热的眼神，女孩也是立刻自信心爆棚，接下来更是语出惊人。还有吗？谁还要跟我邀请吗？没有了吗？女孩的话令刚才表白的几位男士尴尬不已，更是让其他男嘉宾望而却步。他们想不明白为何女孩会如此自信，到底是谁给的她勇气，竟然在相亲现场能有如此浮夸的表现。女孩名叫红莲，今年32岁，19岁的她大学毕业以后就离开家乡，独自来到大城市打拼。无依无靠的她为了生存，做过家教，当过导游，甚至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一连几年都没有回家过年。好在经过多年努力，凭借自己靓丽的外表和过人的才华，红莲终于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目前也是一家著名外企的电视发行总监。如此优秀的红莲自然少不了众多男士的追捧，但她始终没有遇到能够牵动她情感那个人。我身边还真的是不缺乏追求者，但是呢，这些人不是说是那种可以让我托付我的终身，自然而然就会缺少这种安全感。红莲之所以对安全感极度缺失，还要源于她6年前一段不堪回首的恋爱经历。骗财
骗感情。爸爸生着病，我的钱全在那个人那边。男友的背叛加上家庭的变故，使红莲失去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对爱情的期望，甚至让她一度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就试图就是在这么去晃了2下的时候，突然脑子里边就闪出了我爸跟我妈，我就想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爱情了。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需要有人照顾，红莲也觉得自己的行为太过于自私，于是她决定放下爱情的枷锁，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孝顺父母当中。现在的红莲虽然事业有成，但每次提到自己的父亲，她都会忍不住的流下眼泪。我还记得我爸在临去世1年前，他跟我说，离开前能找一个人可以替他照顾我吧。爸爸带着遗憾走了，就不想让妈妈也带着这种遗憾走。他觉得没能让父亲亲眼看到自己成家，始终对父亲是一种深深的亏欠。经历了这么多磨难，红莲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现在的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爱情。我想要爱情，我最理想化的生活，有一个真的很爱我、不抛弃我的一个人，不管后边遇到什么困难，彼此都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尽管红莲渴望得到爱情，但她毕竟已经32岁，步入大龄剩女的行列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相亲市场变成了她摆脱单身绕不过去的必经之路。红莲身材高挑，颜值出众，穿衣打扮也很有品味，浑身上下散发着独有的一种知性美，在相亲活动中自然会受到众多男士的青睐。活动刚刚开始，就有一位男士向红莲表白，很显然这位男士看上去普普通通，跟红莲的择偶标准相差甚远。为了避免尴尬，红莲只能硬着头皮先行答应。亲爱的，可以。原本想着只是走一过场，所以红莲也没有跟这位男士做过多交流。而此时又有一位男士过来向红莲表白，面对2位男士的告白，红莲也是左右为难，所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还有吗？谁还要跟我要情吗？没有了吗？想说一桌打麻将。哎呦喂，难住我了。我可以都不选吗？不可以。那我可以都选吗？你可以直接选择自己中学学位也可以。为了不让场面过于难堪，红莲决定谁都不选，于是草草地结束了这次相亲。多次的相亲失败并没有让红莲失去信心，她除了参加各种相亲活动，还报名了许多婚恋网站。这次网站就为红莲介绍了一位作曲老师，2人也如约来到相亲地点。那你不结婚，你妈不催你吗？催啊，是我妈都跟我说了，你结不结婚，或者是结完婚离不离婚，她都觉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快让我生孩子。红莲认为只有存在血缘关系的情感才是最牢固的，夫妻之间也有可能大难临头各自飞，毫无安全感可言。而对方则认为就是再强悍的女人也有感到害怕的时候，也需要男人来保护。安全感来自哪里？安全感，安身靠谱。靠谱是说的什么？各方各面呗。你要是觉得能打架，那么这人能打架，那他就靠谱呗。你要是觉得这个人这个比较疼人，他疼人了，那他就靠谱呗。这个我觉得那不能男人自己评价男的吧，得女的来评价。很明显，红莲对对方的回答很不满意。面对红莲咄咄逼人的气场，对方似乎也有点心虚，于是找了个理由匆匆离开。我觉得他太肉，不像一个男人，然后他也不是很清楚说自己想要结婚是为了什么。其实每个人对婚姻都有自己的理解，不存在谁对谁错，无论是相亲还是最终走向婚姻，双方都应该互相理解和尊重，有时候放低姿态，反而更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36岁的大龄优质剩女相亲40次，才明白女人到了中年一定要记住4条忠告。Hello， 大家好，我是萌萌，我又来了。今天的话，咱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说到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年龄似乎已经成了社会赋予女性的一把无形标尺。尤其是当岁月轻拂过35岁的门槛，步入所谓的中年的时候呀，外界的目光和议论往往会更加的复杂多变。然而呢，正是这样一位36岁的大龄优质剩女，在经历了40次相亲的洗礼之后呢，以她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自我反思，为我们带来了4条忠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第1条忠告呢，一定要拥抱自我，相信自我。在社会的聚光灯下呢，中年女性常常被贴上剩女的标签，仿佛时间成了她们唯一的一个敌人。但是这一位女性呢，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始于对自我的深度拥抱。她也意识到呀，年龄不过是一个数字，
她记录了岁月的沉淀，更见证了智慧与魅力的累积。她学会了不再被外界的标准所束缚，而是要勇敢地定义自己的价值，无论是在职场上的成就、家庭的温馨，还是个人兴趣的深耕，都是构成生命丰盈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也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呢，真正的幸福是源自于内心的富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那第二点启示呢，就是情感要独立，让爱成为锦上添花。经历数几十次的相亲洗礼之后，他越发的明白呢，情感的独立是中年女性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她不再急于去寻找一个依靠，而是享受单身生活的自由与宁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我提升与兴趣爱好之中。在她看来呢，爱情应当是生活的调味品，而非必需品。当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自然就能吸引到同样优质的伴侣。她也倡导情感独立，不是排斥爱情，而是学会在没有爱情的日子里，依然可以活得更加精彩纷呈，让爱情成为生命当中的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那第三点启示是什么呢？一定要智慧择偶，就是重质而不重量。40次的相亲经历啊，也让他深刻的体会到了宁缺毋滥的道理。他学会了在纷繁复杂的相亲市场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用智慧去筛选那些真正与自己灵魂相契的伴侣。他不再盲目追求外在的条件，而是更加注重对方的人品、价值观以及双方的精神契合度。他明白呀，婚姻是2个人携手共度余生的旅程，唯有心灵契合，才能抵御岁月的风霜，让爱情历久弥新。这一份对质量的坚持呢，让他在等待中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也让他最终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那第4点启示呢，就是持续成长，活出无限的可能。那人到中年呢，并非是人生的一个终点，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那这一位女士也深深知道，唯有不断的学习，持续的成长，才能让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保持竞争力，才能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绽放出来光彩。无论是学习新的技能，拓展新的视野，还是保持健康的身体与积极的心态，她都在用行动诠释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真谛。她也相信，只要咱们心中有梦，脚下有路，年龄永远不是追求梦想和幸福的障碍。那么在当下这一个多元又包容的社会当中呢，中年女性呀，正以前